这天，我和丈夫一起走进银行，准备从账户里取些现金。然而，柜员却告知我，卡内余额为0，这不可能。我的账户里应该有30万才对，你们是不是出错了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这天，我和丈夫一起走进银行，准备从账户里取些现金。然而，柜员却告知我，卡内余额为0，这不可能。我的账户里应该有30万才对，你们是不是出错了？柜员耐心地回应我，太太，请相信我，您的这张卡确实已经没有余额了。我正要反驳，丈夫轻轻拍了拍我，轻声问道，你有没有可能拿错了银行卡？我坚决地摇头，不可能。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怎么可能在这种事情上犯错？这笔钱是我从婆家带来的嫁妆，一部分是借款，一部分是公婆的积蓄。结婚之后，我们还得把大部分钱还回去。这么大一笔款项，我怎么可能掉以轻心？银行柜员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委婉地提示我，太太，有没有可能是您的家人帮您把钱取走了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想推卸责任吗？我察觉到对方可能是想避免我因为丢失钱财而赖上他们，试图将责任推给我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猛地一拍柜台，查，把监控调出来，就算是我家里人取走的，也肯定是在你们这里取的。柜员很快根据取款记录调出了当天的监控录像，找到了取走那笔钱的人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那竟然是我母亲。弄清楚事情真相后，我连连向柜员道歉，然后阴沉着脸和丈夫离开了银行。我心急如焚，恨不得立刻回家质问清楚。我得马上回家一趟。丈夫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我陪你一起。知道他还有工作，我不想让他为难。不用了，你不是还有会要开吗？临时请假不太好。但是丈夫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担忧。我明白他的顾虑，毕竟我家里的情况有些复杂，但我努力安慰他，放心吧，他们毕竟是我的亲生父母，还能把我怎么样？他无法反驳我，最后只说，回去好好沟通，别发脾气。与丈夫在银行门口分别后，我便独自搭乘地铁回娘家。一路上，我反复思索这件事，内心充满了烦躁、焦急，还有深深的寒心。我有个弟弟，父母的偏爱从小就落在他身上，美食和家银总是先满足他，我只能接受他挑剩下的。记得弟弟小时候生病发烧，爸妈总是第一时间送他去医院，不惜一切为他补充营养。而我仅仅因为阑尾炎晚起了一会儿，就被误解为偷懒，遭受了一顿无情的责打。曾经有一次，妈妈带我们坐3轮车外出，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，我和弟弟都磕破了头，鲜血直流。在车祸现场，妈妈急匆匆地把弟弟拉到安全地带，却未曾回头看我一眼。事后，爸妈还责怪我没有在第一时间保护弟弟，导致他差点破相。然而，留下疤痕被忽略的却是我。这样的偏袒不胜枚举，但我始终相信他们心里是有我的，毕竟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只不过他们能分给我的爱远比给弟弟的要少。就拿这次结婚来说，爸爸明确表示不收彩礼，只需买份6金作为象征。他说这只是为了形式，男方需要拿出钱来充充面子，但之后会归还给我们年轻人。那一刻，我觉得爸妈是在乎我的，他们并不像某些父母那样用高价卖女儿，而是愿意为了我的幸福做出牺牲。然而，
今天的举动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。他们背着我取走了这笔钱，他们毫不在乎我如何向公婆交代，也不在乎我会因此在婆家抬不起头，更不在乎我和老公可能因此产生隔阂。他们心里只有那个宝贝儿子。爸妈住在一个老旧小区，我花了半个小时才来到这里。出嫁时，他们以我不常回家为由收走了我的钥匙。现在我回自己的家还得敲门。来了，刚敲了2声，就听见我妈的声音从里面传来。一开门，对上她期待的脸，而在看到我的瞬间，她表情一下垮了下来。你这时候回来干嘛？我没心情打听她在等谁，当即就问：妈，我钱呢？我妈明显愣了一下，接着转身走回客厅。什么钱？我可没见过你钱，别装了。我焦急进屋，顺带关上了门。我去银行看过了，就是你取走的钱。我没弄清楚他是怎么代替我取的钱，也不懂他为什么知道密码，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拿走了银行卡。我一直都对他们有防备，这下我妈也知道瞒不过了，终于说了实话。你弟弟结婚要买房，家里情况你是知道的，只能用你那笔钱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情绪上来连说话都破了音。妈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？让我怎么和志达他爸妈说呀？我猜到了这钱和弟弟有关，但没想到会这么离谱。商都没跟我商量一下，而且还不是借，是直接用。这时我看到我爸躺在阳台的摇椅上，惬意地拿着收音机听戏曲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我大声喊他：爸，你说当初漂亮话可是你讲出去的，不收彩礼，现在钱你们也要拿，总不能两头都占吧？谁知我爸装没听见，继续闭着眼悠哉听曲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明明刚才我还看他晃头来着，望着我爸无动于衷，我不禁苦笑，心里比泼了几盆凉水还要寒冷冷。从来都是这样，一遇到事，我爸就装耳聋眼瞎，只有用得着我的时候，他才会跳出来充好人。他们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就这样折磨了我20多年。下秒我妈火了，喊什么喊？我这么大个闺女嫁到他家，难道不该要彩礼吗？你才嫁过去几天呢，就胳膊肘往外拐。我叹了口气，还在试图跟我妈讲道理。这是两家人说好的不是吗？要么当初就别同意呀，现在出尔反尔，这叫诈骗骗客。我妈蹭了我一眼，冷笑道：我不懂啥骗不骗，只知道我们家该收这钱。再说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，我们如果老老实实说要收彩礼，他家还能拿出这么多钱娶你吗？我微微一怔，心底像是被划了一刀，泪水不知不觉就占满眼眶。原来他们不是为了我的幸福放低姿态，而是觉得我配不上高价彩礼，干脆用最下三滥信提低熬摇招数。我妈还没有停嘴，好好记着，咱们才是一家人，你得多帮你弟弟弄点钱啊，让他把日子过好才是你的本事。回去和志达说说，房贷你们先给交着，你弟弟现在工作不好子。他说了一大堆，我根本没听进去几句，心里沉痛的仿佛有一把刀子在绞。我不知道我妈后面还说了什么，只隐隐听见一声敲门，而这声敲门让我妈立刻换了笑脸，等不及去开门。去之前，她横了我一眼，警告我：你弟弟今天带女朋友回来，赶紧把你这张哭丧脸收一收，别丢人现眼的。说完，她急吼吼打开了门，就见我弟领了个漂亮小姑娘站在外面。我当然没心思考察他女友，然而随意瞥一眼之后，
我的视线停留在了未来弟妹的脖子上，我在她脖子上看到一条金项链，但那应该是我的。结婚前，婆家给我准备了6金，那是婆婆用自己存的金条到金店给我打造的，其中有一条项链的样式还是我亲自设计的，我敢肯定独一无二，不会再有另一条一模一样的。而这条项链如今戴在未来弟妹身上。结婚时，我妈总念叨，说什么他们亏大了，白搭出去一个女儿。本来没收彩礼，我也愧疚，就把金子留在娘家，只带走了戒指，想着我妈保管，她最多是戴拿出去显摆一下。结果她转手送给了儿媳妇。我不明白，他们口口声声说一家人，却算计了我这么多。此刻我盯着那条项链，只觉刺的眼睛疼。这个家，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冷漠的亲情压得我快喘不过气。还没等我弟进门，我撞开他俩，夺门而出，一股脑往楼下冲。我到下面楼梯口的时候，还隐隐能听见我弟的骂声。他什么态度？甩脸子给谁看呢？不高兴就别回来，让他帮点忙都不乐意，干脆别当我姐，永远别回这个家。然后又听到我妈说，儿子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跟他一般见识干啥？妈准备了好多菜呢，咱一家人先高高兴兴吃饭。我抹掉含在眼眶的泪，在楼梯口听着听着就苦涩地笑了。以前我以为他们最多是偏爱弟弟，又希望我能自立，才缩减我的一切资源，让我早早打工挣取学费。今天才发现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他们不止剥夺，还想从我身上猎取。忽然想起我刚在银行对老公说的，我告诉他，爸妈不会吃了我，而现在证明他是对的。这一家人不仅想吃下我，连我最后一丝血也要榨干。我一路走一路哭，最后怎么回到婚房的都不知道，哭到眼睛红了，肿了，抽泣声不断。直到晚上，老公回家，看见我这副鬼样子，心疼得手忙脚乱。他安慰我好半天，最后干脆说，钱不要了，就当了断了关系，以后再也不往来，能娶你回家，这钱我也算花得值了。说着，他拍拍我的手，像哄小孩子一样。能有个这么爱自己的老公，我也算找到点安慰，心里稍稍好受些。但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不行，里面有10万块钱，还是你爸妈找亲戚借的，不能白白就给他们。虽然我和老公有车有房，工作稳定，公婆也很乐意把他们的资产给我们支配，暂时不缺钱用，可我也不想这么大笔钱花得不明不白。再说谁家攒点积蓄容易？老公苦笑一声，能看出他也不情愿。但问题是，你能狠下心告你爸妈，我也清楚，钱要肯定是要不回来的，非得要只能走法律途径告，这太便宜了。对家里人我已经心如死灰，怎么可能还心软？突然我有了主意，我有个更好的办法。老公好奇地凑过来，什么办法？我吸吸鼻子，抬手在脸上抹了一把，意味深长道，这个办法吗？就是得牺牲你一下。这一刻，我的眼神逐渐清明坚定，心中再也没有对吸血家人的期盼。第二天一下班，我再次来到了父母家。我没有立马敲门，先尽量把自己的样子搞得狼狈瞧，才走向门边。一如既往，是我妈开的门。见到我，她的脸色依旧不好看。我没给她反应时间，一把扑过去抱住她，直接开始哭哭啼啼。能感觉到我妈一个机灵，整个人都很嫌弃。她以为我又是来要钱的。干嘛？别以为你滴2滴猫尿我就把钱还你了，休想！我打断她，哭嚎说，妈，志达在外面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我要跟他离婚。
离婚不行不行！一听这话，我妈居然急了。离了那钱怎么办？到时候不是得还回去？现在我可拿不出跟你讲，不准离。我暗自冷笑，顺着他的话气愤往下说，他还想要回钱，这么对不起我，没让他赔偿就算好了。说到这里，我搂紧他，又开始嚎啕。妈，你说的对，只有咱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我太傻了，居然会为了他跟你们闹矛盾。我妈果然很快打好算盘，立刻就换了副嘴脸，拍着我后背安慰道：知道错了就好，别哭了别哭，这样的男人离了就离了，妈再给你找个更好更有钱的。我停止了抽泣，抬起头来看他，问道：那么我回来住几天，你应该没意见吧？我妈明显犹豫，不过最终还是咬牙答应了。没意见没意见，我能有什么意见？就这样，我成功住回了娘家。为了不被怀疑，我还特意发了几天疯。我妈菜做得淡了，就说这玩意儿跟感情一样，说淡就淡，嚎啕大哭一场。我爸咳嗽一声，就跑到他面前阴阳怪气说男人不是好东西，满地吐口水。我弟通宵打完游戏准备睡觉，就溜进屋跟他促膝长谈，让他一定好好对待女友。鉴于我有同归于尽的倾向，他们是敢怒不敢言，被折磨得够呛。这几天他们一点不敢为难我，顶多我弟抱怨两句，我怎么还不走？我妈偶尔会问我工资发没有，叫我像从前那样贴补家里。我怎么都想不到，这居然是我有史以来在娘家过得最舒心的几天。这天下午，我漫不经心地问我妈：妈，我弟的房子买了吗？我妈还没有完全放松警惕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没什么，我随意道，就是想起来我还有公积金，我帮他买的话还能省一点。不过我现在也没心情弄这些事，算了。听见我这么说，我妈一下来了兴趣，拉着我问：公积金那不是得用你的名义吗？怎么帮你弟弄嘞？我耸耸肩，轻描淡写道：这还不简单，先把房子买在我的名下，等公积金用了再过户给我弟。当然了，这么大个事儿，你肯定也信不过我，就是随便说说，妈你别往心里去。说着，我起身就要回房间，只见我妈眼珠子一转，连忙把我拉回去坐，嘿嘿笑道：我的好闺女，妈怎么会信不过你呢？我觉得这个事儿成，我当然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，从小就剥削我习惯了，现在肯定也有自信能拿捏得住我。到时我如果真会不认账，他们就撒泼，不信我敢和他们撕破脸，觉得这房子在谁名下都一样。当然，我巴不得他这么想。我顺势坐回来，故作犹豫，我还是觉得不好吧，万一弟妹有意见。提及未来弟妹，我妈翻了个白眼，愤愤道：他有个屁的意见，他家1分钱不出，有房住就不错了，房子放你名下好，我还怕他哪天和你弟掰了，分走咱们家财产呢。这下不用担心了，房我已经看好了，过2天你就和我去办。我没有立刻答应，万般推辞之后，才勉强应了下来。看我妈心情好，我又不经意地问她：妈，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取走我钱的？连银行的人现在都没搞明白，或许是得意忘形。我妈还真跟我说了起来，我这才知道，她是趁我有次在家洗澡的时候，偷偷从我包里拿走了银行卡，又让我弟伪造委托书，在我和老公出发度蜜月那天，去银行取走了钱。我妈跟人银行员工说，我出车祸成了植物人，急需这笔钱救命，还把我去年在朋友圈发的肺炎住院输液的照片拿给人家看。本来人家是要打电话核实的，
我妈非说用她的手机打，人一看号码相同就同意了。当时我正坐在度蜜月的飞机上，手机根本无法接通，银行就信了我妈的说法，把钱取给她了。可笑的是，后来下飞机，我看见未接来电回拨过去，我妈还借口说是担心我。当时我感动的简直受宠若惊，原来一切早都预谋好了，整个计划周密无情，不惜诅咒我。说清整个过程，我妈注意到我的沉默，略显尴尬道：“楠楠，你应该不会怪我们吧？”我回过神来，似笑非笑地盯着她：“怎么会？不说了，我们是一家人吗？一家人就该这样。”没过几天，我妈果然带我去订购了一套3室2厅的房子，除了我那30万，她还额外拿出5万的养老金来首付，替我办理了20年的房贷。过户手续一办好，我妈立即收走了房产证，我连看都没看清。不过这都不重要了，我的目的已经达成。后面我一边让老公联系律师，一边准备实施下一步计划。然而还没等我行动，我弟那边就出现了一点突发情况。周四我正在上班，我妈忽然打来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就听到她着急的声音：“楠楠，你马上快回来，出大事了！”呜呜！我问：“怎么了妈？”我妈哭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又急又慌道：“你弟被朋友骗着合伙做生意，在外面借了一大笔钱，刚刚要债的人找上门了，整整50万呢。你弟说还不起，他们就在家里又拿又砸，给你爸都吓晕过去了。他们还说下周再还不上钱，就要剁了你弟弟的手哇！”呜呜！虽然我对家里已经无感，但初听这件事还是很震惊。什么？转念一想，这简直是送上门的机会。本来我还想去挂失房产证，重新办一个，眼下看来用不着了。妈，别着急，我这就回来。挂断电话，我一刻也不敢耽误，请假离开了工作单位。因为我爸惊吓昏迷进了医院，我也就没回家，直接找到医院去。手术室外面，我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：“楠楠，可怎么办呢？你弟弟不能真被他们废了哇！”我也故作焦急，添油加醋，往严重了说，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赶紧把钱还上。那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，别说剁手了，活活折磨死我弟都有可能。听这话，我妈当场两腿一蹬，险些也昏死过去。50万，叫我们怎么拿得出啊？我妈急得哭。接着她又想到什么，急忙拉着我说：“要不你找志达凑凑，为了你弟先哄着他。”我心里冷笑，表面不耐地甩开他的手。哎呀妈，他家连彩礼都是借的，怎么可能还拿得出钱？你就别叫我白费功夫了。故意拖了几分钟，我才纠结地说起：“我看先把那套房卖了，应急吧。”我妈闻言一怔，之后左顾右看，无比为难。可是，那是你弟弟的婚房。我直接打断他：“妈，我弟人都要没了，还留着那套婚房有什么用啊？”你说的对。我妈一寻思，最终咬牙妥协，那赶紧回去拿房产证。终于，我暗自舒口气，这才发现手术室外面只有我妈一个人。对了，我弟人呢？提到这个，我妈一脸心痛，抽泣道：“他怕得很，那些人一走啊他就跑了，说先上外地躲躲。”我不禁摇头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这就是我的好弟弟，平常窝里横多厉害，可一遇到事就会躲，只知道留下一堆烂摊子，让家里人焦头烂额给他擦屁股。看，这就是我爸妈的宝贝儿子，这就是他们引以为傲半辈子的儿子。很快，我爸从手术室出来，医生说他是急性脑溢血，很有可能会偏瘫，
把他送进病房观察后，我就按照我妈说的回家取走了房产证。我还让他把保管的6金还我，好一起卖了换钱。就这样，钱和首饰通通回到我手里，倒也没花多少力气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妈一直留在医院陪护，而我直接回了和老公的家。临近还款日期，我妈又打电话给我：“楠楠，房子卖了吗？钱你凑了多少了？赶快！”妈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打算再演母女情深，直接摊牌。什么钱啊？那房子不是我的吗？凭什么叫我拿出来给弟弟还债？电话那头，我妈愣了半晌，然后慌张地问我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了，你是想吞下那钱吗？死丫头你！”我本来就憋了口气，当下忍不住全发泄出来。钱本来就是我们夫妻的，是你们不要老脸在先，那我只能用一些非常手段了，可怨不得我。电话对面，我妈气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她这才反应了过来。好啊好啊，死丫头，合着你一早就在算计我把房子写在你名下，还昧了我5万块的养老金，这么算计你爸妈，也不怕遭报应，天打雷劈呀你！听着我妈的诅咒，我并没有更愤怒，反而觉得解气。我告诉她，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就该这样互相算计呀。再说了，我从前补贴家里的可不止5万块钱，现在我只是拿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和你们比起来，这根本称不上是算计。妈，你也别以为这样就完了。还记得上次你是怎么说伪造凭证去取钱的吗？我已经录音联系律师了，你就在医院等着接收法院的传票吧。听完，我妈彻底气急，尖叫着疯狂骂我：“死丫头！你居然要告你妈！我们真是白养你了，我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……”工作时间，我可没精力和她多掰扯。发泄完多年的怨气，我就果断挂了电话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需要应付这个烂透了的家庭。自从和我妈撕破脸后，她跑去我们婚房闹过几次，好在我提前有防范，这之前就和老公住到了酒店，她连我俩的面儿都没碰上。后面我们一合计，干脆把婚房连那套房子一起卖了。恰好这里房价涨了点，托我妈的福，我们换到了一个地段更好、更繁华的地方居住。果然，人在远离苦难后，好运挡都挡不住的来。更解气的是，我把那2套房子卖给了些道上的人，我妈气冲冲找去，还吃了好几次瘪。她不死心，又跑到我公婆居住的小区闹事。好在提前给保安打过招呼，没能让他进去。很快，法院的判决书下来，我妈因为盗窃银行卡、伪造委托书等罪名，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缓期1年，并要偿还我30万元。她现在当然是没钱还的，所以被打上了老赖的名头。想到我爸妈不是在乎血脉吗？如今他们3代内都要背负这个可耻的名声，怎么不算是一种荣耀呢？事情到这里告一段落，我也就没再关注他们的动向。我恨不得永远不见他们。直到半年后，我才偶然又听说一点关于爸妈的事。我爸瘫了，现在我妈天天照顾他，所幸他们还有退休工资，倒也饿不死。为了给我弟还债，他俩把老房子卖了，现在租房住。而我弟一直躲在外地没露面，他没钱没技术，死在外面了也不一定。不过都被我老公给挡回去了，他没能见到我。后来听说，为了给我弟还债，我爸妈到处借钱，能借的都借了，最后还是没能凑够50万。而那些要债的也很不讲理，说时间一到，见不到钱就废了我弟。最后没办法，
我爸妈只能把家里的房子卖了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又东拼西凑，还借了不少钱，才终于在期限的最后一天把钱还上。可惜他们不知道，那些要债的其实是我和老公请的演员，我们给的钱很足，所以他们演得很卖力，后面也没找我爸妈麻烦。事情解决后，我就和家里彻底断了联系。听说我弟因为这件事被我爸妈混合双骂，他嫌烦就直接离家出走。反正他从小到大都是这个德行，遇事就跑，我也见怪不怪，只可怜了我爸妈。一把年纪，不仅没享到福，还背上了一身债务。尤其是我爸，本来就有基础病，现在身体也垮了，还落下了偏瘫的毛病。而我妈也得出去打工赚钱还债。至于他们宝贝的儿子，一跑就是好几年没有音讯。偶尔听到这些消息，我也只是唏嘘一下，毕竟我已经仁至义尽。几年后，我和老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是个很可爱的女儿。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很幸福。这天，我们一家正在外面逛街，偶遇一个满头白发、身形佝偻的老妇人，正在街边捡瓶子。她似乎注意到了我，抬头朝我看了过来，四目相对，我俩都愣了一下。那是我妈，几年不见，她看上去苍老了许多。我本以为再次见面时，我会对她心存怨怼，可见到她这副穷困潦倒的模样，我又有些不忍。曾经我也怨恨过，为什么同样是孩子，父母却如此偏心？恨过，哭过，也想办法争取过，可无论我怎么做，他们偏心的始终是弟弟。到现在我才发现，其实他们不是偏心，只是不爱而已。想通以后，我也不再纠结这些。我牵起老公和女儿的手，转身走进了另一家店。逛了一会儿，女儿仰头问我：“妈妈，刚才那个老奶奶一直在看我们呢。”我摸了摸她的头，柔声道：“不用管她，我们看自己的就好。”哦，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又欢快地跑开了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轻舒了口气，还好，我的女儿不用像我一样，在父母的偏心中长大，她会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和完全不同的人生。至于其他的，都不重要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